闲聊几句啊，闲聊几句。现在这个天气啊，一下子就变温，变温了啊。这个日夜的温差很大。就像我坐在这个海边，我坐在这种阴凉的地方啊，阴凉的地方，我要穿个外套，不然的话呢就会觉得有点冷。但是呢，你晒着太阳，他们走动的人呢，还有赤膊的啊，什么也不穿的，还有他们就穿一个什么比基尼啊，或者说就穿一个那个短袖的啊，都没问题。但是这个是因为是白天啊，如果到了那个傍晚或者是晚上的话，肯定是现在就冷了。那么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就聊一聊啊，那个回答网友一些问题吧啊，因为最近网友又问了一些问题。首先呢，就是有个网友他就问啊，他说那个很多人啊都说现在欧洲反这个移民是针对的是非法移民和难民啊，就他们并不是针对合法的移民。但是你的视频里面呢，你经常会说啊，他们是就是要针对所有的移民啊。那么这个想听听你有什么就是证据或者什么来表明，对吧？那么首先呢，就是我是很早就在油管这种公开的视频场合呢，我就说了，我说全球会向右转，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没有这样的声音的啊。当时只是美国一个国家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当时呢我就这么说了，所以呢当时很多人他就会跑来骂我啊，他就觉得就是美国对吧？就其他国家现在没有。那么当时那么说了以后，几个月以后呢，就开始啊，各大的欧洲的一些国家也都开始了有这样的声音啊，或者什么。那么其实像加拿大呀、美国啊，包括葡萄牙呀，包括那个澳大利亚呀，还有英国啊，他们这些就是组织啊，就是这些反对移民的组织啊什么，他们口号就是移民抢占了工作，抢占了社会资源，抢占了什么福利，对吧？那这个他们当然不可能说啊，就在现有的法律已经有的这个框架下，他跑去大街上他喊什么要所有的移民离开，对吧？当然有这样激进的声音啊，是有这样激进的声音的，就是说，呃，这些国家的那种极度右翼的团体啊，反正媒体是这么称呼的吧，反正也可以称为他们是激进的团体，他们是有这样的声音的，就是说要所有的这些移民啊都要限制，都要他们离开，对吧？那么正常的情况呢，一般就是说占大多数的声音，他们肯定去在公开的场合啊，他们肯定也要有一个合理的说法，对吧？啊，但是呢，就是这个是一个一步一步的啊，就在我看来是一步一步的，因为总的来讲，他们其实就觉得这个移民政策是失败了。那么像那个美国总统川普啊，就在这两天，在那个联合国，他就公开批评欧洲啊，他说什么欧洲的什么移民开放啊，边境开放，他说欧洲的边境开放，边境大门大开啊，他说会让你们什么变成地狱啊什么的，这是他的原话啊，反正还说了几句话，我回头到家里面给你们贴出来看一下。那其实这是一个移民的政策嘛，对吗？就是说在欧洲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合理的，之前有这种法律的一个移民的政策嘛。这个英国的《卫报》就针对特朗普说这段话，他就提出了呀，他说我们这个之前是一个移民的政策呀，你不能说我是一个什么就是边境大开，他认为这样说法是不对的。但其实特朗普说的是一种政治语境下的一种表态。为什么？因为他批评美国的
边境政策，就是什么边境大开啊，我们的边境大开让很多罪犯啊，很多什么，就他的这种政治语境，就他也没有说就是你什么合法移民什么有这个法规，因为美国你也可以在那去申请什么庇护啊什么的，他就不说这个了，他就直接说啊，反正这个边境大开了，然后有人就跑进来了，这些人我们收留了他们，他们有可能是罪犯，有可能是什么，对吧？你要按照法律就是角度来讲，那之前他们接收的这批人也都是合法的呀，是吧？所以呢，为什么特朗普在这个就是联合国大会上要批评欧洲啊？就是给欧洲现在的反对移民的这些人在就是添柴加火啊，就是说他要求的就是说，他的盟友国家要跟他的政策是保持一致的。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之前我也说过，我说就是如果川普他，美国这边继续施加压力，对吧？就这些政策很快的会在全世界去执行的，啊，就像他现在这个 H1B 啊，他说我要加10万美元，你就加10万美元，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就限制，对吧？你新的这个上班的，你想去上班，你就必须得这样交这个钱，这就是一种变相的限制。那么你到后面也是的，你其他的国家其实出这个东西，这个它有没有限制你合法移民呢？其实一样的。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么下午呢，再给大家坐在海边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2025年的全球退休指数排名啊。那么根据法国外贸银行投资管理公司和 Corredata Research 合作编制的最新全球退休指数 GRI 2025年，西班牙呢再次成为欧盟最不具吸引力的退休国家啊。那么西班牙呢在全球排名第39位，仅仅领先于巴西、中国、土耳其、哥伦比亚还有印度啊。那么 GRI 呢，它使用18项指数评估44个国家的退休环境。这个指标呢，分别是4个子指数啊：退休财务、物质福祉、健康、生活质量啊。排名呢，不仅衡量财务方面，还衡量医疗保健、可及性、环境可持续性、治理和整体的福祉等因素啊。那么这个西班牙呢，它一直被大家说就很多人宣传这是一个退休养老非常好的地方，对吧？那么2025年呢出来了这个成绩不怎么理想说实在的，这当中也有一些成绩是理想的，是我现在也在看的一些国家我一会儿也会讲出来。那么首先呢是生活质量的下降2025年呢，西班牙在生活质量分项指数中呢下降了2位，在健康和物质福祉指数方面呢也下降了1位，目前呢排名第42位。主要的障碍呢仍然是高失业率西班牙呢在该指标中再次排名垫底。我不明白这个是我唯一没有太明白的地方。高失业率和生活质量还有这个物质福祉下降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毕竟是退休嘛，对吧？尽管就业和生产力方面存在结构性疲软，但报告也指出了一些进展。在健康方面，西班牙的预期寿命已攀升至全球第5位在物质福祉方面，人均收入和收入平等呢均有所改善那么收入人均收入比过去还稍微好一点，对吧？那么在退休金融方面呢，由于过去5年公共债务持续减少，西班牙呢排名上升1位升到第35位。即便如此呢，持续的通货膨胀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仍然在影响西班牙的退休准备那么金融方面、经济方面，在债务方面西班牙这几年是有所改善的，这个我们要实话实说，对吧？那么西班牙的相对排名呢，令人担忧因为它被传统上排名落后的国家呢所取代。
比如呢，像墨西哥啊，墨西哥排名第35位，还有俄罗斯啊，俄罗斯排名第36位啊。那么墨西哥和俄罗斯的排名呢有所上升，但是西班牙呢仍然落后啊。那么法国外贸银行伊比利亚投资管理部负责人哈维尔·加西亚·德比努埃萨啊表示呢，2025年全球收入指数的结果提醒我们，西班牙多年来的在就业和生产力方面面临的挑战持续拖累着我们的排名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强大的医疗体系和较高的预期寿命是我们必须保留的资产，反映了我们社会非常积极的方面啊。西班牙在老年人口依赖性和不良银行贷款方面的排名呢，也是有所下降的啊。那么在全球化来讲呢，对吧？全球化，尽管国家排名出现显著的变动，但是呢，昨天发布的年度指数仍然显示出较小的国家在退休问题上的优势。其中德国是排名世界第8，是唯一进入前10的大型发达国家啊。这似乎是因为较小的国家呢，在影响退休人员的关键问题上能够达成更大的共识啊。那么在今年的指数中呢，挪威以83的总分位居榜首，取代了去年的领头羊瑞士瑞士是81，后者呢目前位居爱尔兰就82，爱尔兰是82，排列第3那第1名就是挪威，第2名呢就是那个爱尔兰第3呢就是瑞士，那就等于是瑞士下降了2位，对吧？丹麦呢在前10中跃升为最显著从第9位上升到第5位斯洛文尼亚首次进入前10新西兰则跌至第12位。5年来呢，2个新国家首次进入前25，一个呢是斯洛伐克共和国排名第24位，还有一个呢就是塞浦路斯排名第25位，取代了近年来持续下滑的日本和法国。那么聊一聊我的一些看法吧那么这个当中呢，他说了一个斯洛文尼亚斯洛文尼亚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没有，它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国家，但是呢它的 GDP 它的社会环境它的人均收入失业率其实各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说未来等我如果空下来了，那我第一个想去玩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斯洛文尼亚因为我在那个网上我看到很多关于斯洛文尼亚就是比较好看的一些视频一些图片对吧？而且那边呢也是治安各方面都非常好还有呢就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其实我觉得这也跟我之前一些判断也是符合的因为我就觉得呢，就是未来其实这种适合生活的国家，其实这种什么老龄退休国家，就是在我看来就是适合生活的国家，对吧？因为你去你就等于是不赚钱嘛，你就是去那边生活度假或者说你放松那么社会治安物价还有那个便捷度医疗保障对吧？还有语言的这种通行度还有就是就是对老人的这种关怀度，对吧？这些东西就是统一的。那我觉得呢，就是在这种全球化对这种移民什么的其实也不是光你对移民，就像西班牙这里也是，我和一些那个欧洲的老人我们就聊这个欧洲的一些问题。有些老人他也不是西班牙的，他是英国的。那么那些人呢，他就会说他说这个现在的
年轻人，就跟过去的就是他们这一代比呢，就觉得好像不一样了啊。反正就是意思什么，这种公交车上也不会让座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有人去问路啊，他还给你恶作剧，给你乱说啊，或者说他们也不尊重这种老人或者小孩什么的，或者女性啊，就是他们好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没有像我以前我脑子里面肯定觉得啊，应该是尊老爱幼啊，应该素质是很高啊，是吧？啊，但是就现在的欧洲的年轻人啊，就这些欧洲的老年人告诉我啊，他说不一样了。他也说啊，他说英国也和过去也不一样了啊，就是我们在我们这边海边，我们也经常看到的，就是有年轻人来度假玩，还有老年人来度假玩。年轻人他到沙滩上来玩，就相对来说他们就比较节省一点，他们一般就天天去住什么好的酒店啊、吃饭啊，他们消费不起，因为收入的关系，或者说这种整个社会的啊这种资源的分配的关系，对吧？因为养老金嘛，退休的人都拿了养老金啊。媒体之前的报道文章也说的，就是说现在的欧洲的老年人，他们还是过得很幸福的啊，因为就是他们拿了就是与时俱进的这样的一个退休工资，并且在他们年轻的时候，欧洲正是一个就是好的时候，黄金时代。那么他们那个时候的收入也很高啊，所以现在可能欧洲的年轻人他也觉得心里面就有点不爽，对吧？啊，就是觉得啊，那个我们赚的很少，房子啊、房租啊也很贵啊，买东西也都很贵啊。但是呢，你们拿的退休工资什么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是，就说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越来越小的那种国家、那种地方，会更适合养老啊，也更适合就是说居住啊，治安也会更好一点。用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说可能这种社会上的戾气会稍微要少一点啊。我自己也见过好几次，就是在那个我们这边的那个火车上，还有一些公交车上啊，他们有的啊年轻人就是坐在那些就是那种爱心专座吧，就是孕妇啊、老人啊、小孩坐的位置啊，然后他们看到那种小孩1岁的，或者说那种孕妇，或者看到老人，没人起来让你坐，他看到你了，他也就看到了，还要玩手机，他们没有人就是会起来让座啊，反而就是我经常啊，基本上我看到有的人头发稍微白一点的啊，我都会去让座。其实这里有的人，他们老年人身体很好啊，他虽然头发白了啊，我也要让座给他，他们觉得不要啊，不要啊，就意思自己还是很强壮的啊。但是呢，在那些酒店里面啊，相对来说消费高的一些场所里面啊，那我碰到的那些欧洲人啊，那些人啊，他经常还会就是让人啊，我看到就是大家比如说排队去打咖啡，那么有那种女性带着孩子的啊，或者说就一个女性的啊，那些人啊，他就显示出一些绅士风度，让这个女士优先啊。所以呢，其实我原来没有这些习惯啊，但是我在这边呢，我看了他们以后啊，我也就会去学习啊。当然了，其实这不是要跟任何人去比，对吧？你在社会当中，你看到一些觉得值得你学习的好的东西啊，那么就值得去学习一下，好吧？那今天呢，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